真的大自然都是放松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完成。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ie， 今天来到了 Jasper。最近的状态真的还蛮不错的，既然状态不错，就趁着这一波还不错的状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感悟和感想，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国家公园的景色。Yes！ 遇见一群羊咩咩，它们在吃草。他们吃草吃得好安静啊！你们都不焦虑吗？感觉要下雨了，这边整片天飘过来很多东西，然后那个山坡上好像有羊，我们去看看。我们现在脚下走的全是沙子，哇，会不会有极端天气呢？等会如果我被淋湿了，那就被淋湿了吧。小羊，我来了 ，Hello， 这里风好大，哦，我好累啊。这个地方风景还蛮好的，这个风景这么好，我们来聊点什么吧。来到 Jasper 的感觉就是被大山和大湖围绕，我觉得大山和大湖它们的震动应该都蛮平缓的，所以每次来到大自然里都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其实今年开始就有很多这种自我反省的时间，来思考我做每一件事情后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原来的习惯就是，如果我不做点什么，就会觉得很焦虑，所以我不得不停下来抽丝剥茧我的焦虑来源。就拿拍影片来说好了，拍影片好像成为了一个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果我有1-2个月没有更新影片，我的焦虑雷达就会开始疯狂的报警。这种极度不舒适感让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我拍影片后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想要拍影片？真的是因为习惯吗？如果不更新，大家就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吗？几年前大家认识我可能是因为咖啡，在原来的频道我分享过很多和咖啡有关的影片，到后来我决定离开温哥华，去到 Rogue Wave 当一名咖啡师，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给我提供很多跟咖啡有关的内容，我觉得好像只要有了跟咖啡有关的内容，我就可以继续发展我自己的频道。可是当我开始了这份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慢慢的对分享咖啡失去了兴趣。即使去年我参加了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咖啡师比赛，我也没有把这段经历用影片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反过头来问自己，我为什么之前会一直想要继续当一个咖啡博主呢？我觉得原因有2点，一是我已经很习惯分享咖啡，我觉得那好像就是我人设的一部分。第2点，我觉得这个很糟糕。这第2点其实是我好像必须得通过不断的分享咖啡，我才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里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意识到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好好的思考，为什么我的价值需要体现在别人的眼里。不得不说，其实我对咖啡真的还是蛮喜欢的，可是未来我会不会再重拾对咖啡影片的分享，我暂时不知道。因为这段时间真的就是让我按下了暂停键，让我自己好好的停下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我真的想要的，做什么是我真的会开心的，发自内心开心的，而不是需要不断的透过我的分享，然后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才觉得我是值得的，我是有价值的。其实停下来的这几个月真的过得还蛮开心的。这一群小羊在这里听我讲了很多悄悄话，我的观众是一群小羊。It's so adorable。今天早上很茫然的开车，不知道要开去哪里。果然，宇宙给了我一份大礼，就是这群小羊。It made my day. I'm so happy。这个点还蛮不错的，如果碰到运气好有小羊在的话，从这里停车走上去就到了。这边来了沙尘，我们得赶紧撤。妖风好大呀！接下来要去哪里好呢？我不知道。车没油了，我也有点没油了，好饿。
因为他们家卖我们店的豆子，所以我这次本来想来说试试看。可是呢，刚好我们家的豆子暂时不在他们现在的豆单上。今天我喝的这个是 Rooftop 的一个 Brazil， 还不错。3号是真的还蛮好吃的，这是每一次我来 Jasper， 其实我也只来过2次，都会来吃的地方。咖啡服务和食物，我觉得都很到位。天气突然一下变凉，好冷，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地方还蛮美的。我觉得 Jasper 跟班夫比起来 ，Jasper 是一个人比较少，然后这边的大自然的感觉好像更有灵性。从昨天下午我进到 Jasper 开始，我就一直在看到各种动物。一进 Jasper 看到熊，看到鹿，看到各种羊。今天也是看到了很多羊。然后这边的小溪啊、湖水，包括森林，都会给我一种很说不上来，好像更加接近大自然，更原始。这也是为什么相比于 Banff 和 Jasper， 我会更喜欢 Jasper 的原因。虽然Banff也真的是很美了，但是我觉得 Jasper 的这种整个的感觉会更加深入我心。今天本来以为会下雨，但其实还好，没有怎么下。现在我们去看一个小湖，嘿嘿。终于到了金字塔山、金字塔湖和 Red Chair。Looks nice。一个人没有，找了好久这个地方，还不错。今年其实我有很久都没有更新我的影片了，这一阵子真的是停下来思考，问自己什么样的影片才是我真的想要拍的。可能我的答案会是个人成长类，像是这一类影片。因为记录这一类影片，一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想要给自己的记录，自己的成长，以后回看可能也会发现，Steely 原来走过这样傻的路。其实回看那些痛苦啊、难过啊，如果我可以回去跟去年的自己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可能这也是一种在当下，如果我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去设想在未来的自己看到今天的这条影片，未来的自己会想要跟自己讲什么，可能也都是跟自己说没关系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做个人成长类记录的第二点是，每次我发这一类的影片啊，我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会有人给我留言，比如说给我一些当下的建议，或者是有人会给我留言鼓励我，告诉我他们也在经历同样的路。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所以大家都觉得，原来我不孤单，原来我们都还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一条很感动的留言，是我去年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说她当时也在经历一段分开、一段分手，然后看到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好像已经变得很开心了，然后她就会觉得没事的，虽然现在是分手很痛苦，但是未来的那个斯蒂利好像过得还不错，那未来的那个他一定也还过得还不错。对，就是这种小事情会让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让大家都觉得我们不孤单，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对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太喜欢自我反省的人了。I'm really good at overthinking, right? Yes, I think so. 然后其实最近还有一个一直在想办法克服的一个东西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对自己有太多条条框框限制的人。就比如说Instagram 的照片分享，原来我就会觉得一定要是大片才值得被我放在 Instagram 上，所以一旦没有那种精力去拍大片，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停更了。然后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条条框框不但是在照片上，我觉得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就比如说拍影片也是，什么样的影片才是我觉得值得拿出来分享的影片，或者说一定要把它做到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我才会发。就比如说我之前其实陆续剪了欧洲的影片，可是呢他们都烂尾了，因为过程剪得还蛮顺利，到了最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收尾，一旦不知道怎么收尾，卡在那里就烂尾了。我对自己的条条框框的限制真的太多了，多到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一直都在无止境的内耗。为什么我每天都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那都是因为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啊。
拿到这些东西反而变得很轻松。就比如说我这一阵子就一直在休息，我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让我自己出去拍照，拍到什么就分享什么，所以我最近在 IG 上的更新也特别勤快，也不会想说一定要是大片我才分享，然后也没有说限制自己一定要是风光类的照片我才分享。其实拿掉这个限制以后，我发现过得还蛮舒服的。其实当我自己真正的休整放松以后，最近的生活就还觉得还蛮轻松的。很多原来会觉得焦虑的事情，现在也没有觉得焦虑了。然后现在的 Steely 已经开始健身了，打拳、热瑜伽、重训，看着自己开始长肌肉的那种感觉真的很上瘾，好像看到自己 physically 长肌肉，然后自己 mentally 或者 emotionally 也在开始长肌肉。我觉得这最近是一个我真的还算是蛮好的一个状态吧，少了很多的焦虑、自我怀疑、自我要求。来大自然走走，看看大自然，就会觉得小松鼠 Hello come here No OK。 你发现大自然现在是在那种冬春交替的季节，湖水也慢慢的化了，真的大自然都是放松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完成。这是我之前听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叫 Nature is relaxed and things get done。 看看大自然，一切都慢条斯理的，好像他们什么也没做，但是过一阵子，过了1年，发现他们该完成的也都完成了。这就是大自然最神奇最美妙的地方吧。我觉得把一切跟大自然有关的一些法则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可能生活真的会轻松很多。今天风好大，我不知道我的收音会怎么样，希望我的收音还好吧。其实今天的重点就是 Nature is relaxed and things get done， 大家要记得哦。天哪，居然开始下雨还是下雪了，你看 Oh my god， 看得清楚吗？大家看得清楚吗？大家看得清楚吗？看真是戏精。回去了。趁着下午大家都不在，回来洗了一个澡。这次我住的是 downtown 的青旅，现在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一个人旅行还蛮喜欢住青旅的啦，一是因为它便宜，二是因为它真的很便宜，三是因为好像来青旅的人啊，他们都自带一种自由的属性。然后当我被这些人环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自由，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蛮向往这种流浪生活，或者说那种 nomad 叫什么，可以全世界到处去旅行，然后过得很无拘无束、很洒脱的人，或者说对那种物质没有太多追求的人。我对物质还是需要有一点追求，比如说相机。Anyway， 洗完澡好开心啊。Good morning， 今天起了一个大早，跑过湖边来看日出。早上还蛮冷的，我的车上全部都冻住了，全是霜。用空调吹了好久，才终于把玻璃吹开。冷的空气配上非常安静的早上的感觉，让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这又是一种我曾经其实还蛮熟悉的感觉，在大森林里面追日出日落露营，还蛮怀念的。觉得今天又会是非常好的一天呢。今年的改变其实还蛮大的，好像从一个转折期又过渡到了另外一个转折期。之前说了很多，我觉得我的人生还要再继续努力的方向。我也想要肯定一下自己，今年其实也蛮努力的，做了一些让自己想做又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我有跟老板提涨工资，我提的幅度还蛮大的，想说这样我好有资格跟你谈。没有想到我提出我的 proposal 以后，他们也没有跟我谈，就直接答应了，让我真的觉得有点受宠若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开始我进入了一段关系，然后那段关系跟原来的关系都很不一样，有很多的不舒适感，有很多的棱角要磨。然后这个关系其实一开始就把我的情绪搅得还蛮大的，挖出了很多内在小孩那种不安全感。所以当我没有逃跑，然后继续去面对这个功课的时候，慢慢的到了现在可能大概5-6个月了吧，开始稳定下来，开始找到了一种好像一段亲密关系也可以是很有 boundary。很多人可能会说进入一段关系好像就很美好很甜，的
的确有甜的时候，但是真的遇到要做功课的人，功课来的还是蛮快蛮多的。只能说谢谢我，也谢谢他有在这个关系里面处理得很好，让最后大家都可以达到一个蛮平衡点。可能真的在关系里就是要好好沟通吧，然后好好的知道我的情绪起来了是因为我有滤镜，你的情绪起来了也是因为你有滤镜，那我们要怎么样拿掉我们的感觉和滤镜，在两个人相互彼此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往前走啊，挺难的，但是还蛮值得的。好啦，我们来换个角度看一看倒影。在这个浮标上面有点飘。其实搬来 Edmonton 已经1年半了，这1年半的成长很多。看回我2年前的照片，我都觉得那个人不是我。不过现在好像不管我的外表怎么变，我的身体怎么变，看我自己还蛮顺眼的。This is a good sign。这个湖应该是在 Jasper 看日出比较好的地方。好冷，回去了。山里的天气真的说变就变。上午沿着滨原大道往下开了一段，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雪。在公园里走走停停，在小河边听小河的声音。我很喜欢这种随性的探索，喜欢在不经意间遇到的美景。停车到这个点真的好美。雪还没有化，然后远方 Jasper 镇子的方向在下着雪，还蛮壮观的。然后这边是大太阳，这就是仙境啊！这就是仙境啊 ！It's so beautiful。太开心了！今天的日落以为没戏，然后随便开车到了一个湖边，因为极端天气，云烧得特别的红，然后莫名其妙来了3只鹿在这吃草，拍到了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照片，然后和一些影片。追逐日落让我真的觉得啊，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太幸福了！我太喜欢拍照和记录跟大自然有关的东西了。唉，回去以后肯定还是要有很多需要继续面对的东西。希望我以及大家在面对生活、面对一些坎坷和挫折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好好享受生活哦，因为生活真的很美好。OK， 祝大家开心，拜。